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呀？為什麼我們就算在一個很複雜的城市裡兜兜轉轉，還是能找到回家的路？或是為什麼你能很清楚地回憶起某個地方的某個角落，那個場景長什麼樣子？這其實就牽涉到我們的大腦，它到底是怎麼幫我們建立一張可以說是世界地圖的。這背後啊，其實藏着一個超級精密的內建 GPS 系統。好，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揭開這個藏在大腦裡的藍圖，看看它的秘密到底是什麼。這個故事我們要回到1950年代，從一位在醫學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病人，叫做 HM 開始說起。當時啊，為了治療他很嚴重的癲癇，醫生不得已切除了他大腦的某些部分。那手術之後呢？癲癇是控制住了，但一個很可怕的後果發生了。他再也認不出那些每天照顧他的醫院護理人員，甚至連從自己的病房走到廁所這麼簡單的路他都找不到。他等於是徹底失去了形成新記憶跟導航的能力。你想想看，這有多可怕？所以這個案例可以說是為當時整個神經科學界投下了一顆超級震撼彈。所以說 MHM 的這個悲劇就直接點出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大腦它到底是怎麼建構出那張世界地圖的，又是怎麼把我們那些珍貴的記憶好好的存在地圖上的？這個問題啊，真的就像一個超大的拼圖遊戲，幾十年來全世界最頂尖的科學家都在努力的想把那些失落的碎片一塊一塊找回來。好，那準備好了嗎？接下來我們就一起跟着科學家們的腳步，來一步一步拆解這個謎題。我們會先從大腦的失憶之謎開始，然後來解碼那個內建的 GPS 系統，接着會揭開地圖背後超酷的幾何結構，然後再往下挖，看看這套系統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學的。最後，我們來看看，當這個超精密的導航系統萬一失靈了，會發生什麼可怕的後果？所有謎團的中心都指向大腦裡一個叫做海馬回的結構。為什麼叫海馬回？就因為它的形狀真的很像一隻蜷曲的小海馬，很可愛。但不幸的是，HM 那位病人被切除的正好就是這個地方。這個海馬回可以說是我們大腦裡形成情節記憶的總部。什麼是情節記憶？很簡單，就是那些關於什麼時候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的個人經歷。如果沒有它，你可能連幾分鐘前發生過什麼事都記不得，你的人生就會變成一連串完全連不起來的碎片。OK， 既然海馬回對於記憶、對於空間感這麼重要，那科學家就在想，那個所謂的認知地圖的線索會不會就藏在裡面呢？於是大家就開始動手，想要解碼這個內建的 GPS 系統。結果你猜怎麼樣？第一個重大的突破，還真的很快就出現了。一位叫做約翰·奧吉夫的科學家，他在老鼠的海馬回裡面發現了一種超神奇的神經元，他把它叫做位置細胞。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當老鼠跑到一個環境裡面的某個特定的點，比如說角落的食盆前面，它大腦裡某個對應的位置細胞就會亮起來，發出點訊號。這就像你現在可以試着回想一下，你家裡客廳的沙發，或是你辦公室座位旁邊的那台飲水機。你看，你腦中是不是馬上就浮現出一個很明確的點？沒錯，這就是你的位置細胞正在工作。它就像是在你的心智地圖上插了一根大頭針，上面寫着“你在這裡”，幫你標示出一個一個重要的點。不過你想想，地圖上只有一堆點，這樣夠嗎？當然不夠啊，我們還需要方向嘛。所以科學家很快又發現了第二種細胞，叫做頭向細胞。這種細胞的功能就非常直觀了，它根本就是一個內建的指南針。比方說，當一隻動物的頭朝向北方的時候，它大腦裡負責北方的細胞就會啟動；如果它轉向東方，另一組負責東方的細胞就會啟動。這就等於是為我們的大腦提供了一個持續而且非常明確的方向感。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這兩種神奇細胞快速整理一下。你可以這樣想，位置細胞
就像你在地圖 App 上面儲存的那些我的最愛地點，一個一個獨立的點。那頭像細胞呢？它就像是地圖上那個藍色的箭頭，永遠告訴你現在正朝着哪個方向。OK， 所以我們現在有了點，也有了方向，地圖的樣子好像出來咯，但還差一個最關鍵的東西。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今天整個分享最核心的部分了。這是一項真的會顛覆你認知的發現，它還因此拿下了諾貝爾獎。我們要來揭開我們大腦地圖背後那個可以說是美到令人平息的幾何結構。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OK， 我知道點在哪兒，我知道方向在哪兒，但大腦是怎麼計算距離的？它是怎麼把那些一個一個孤立的位置點串聯成一張連續又完整的地圖？如果沒有一個坐標系統，這就好像你的地圖 App 上只有一堆星星標記，但你完全不知道星巴克離你家到底有多遠，也不知道中間要經過幾個路口，那這張地圖根本就沒用，對吧？答案就是網格細胞。科學家在一個叫做內嗅皮層的大腦區域發現了它們。這東西可就厲害了，它跟位置細胞不一樣，位置細胞只在一個點上啟動，但一個網格細胞它會在環境中的很多個點上啟動。而最神奇的是，你把這些啟動點全部連起來看，會發現它們竟然形成了一個超級規律的，像蜂巢一樣的六邊形網格圖案，完美的、均勻的鋪滿了你所在的整個空間。這代表什麼？這就代表我們的大腦裡天生就有一把內建的尺，一把可以同時測量距離和方向的坐標尺。還沒完哦，更巧妙的還在後面。我們的大腦裡不是只有一套網格地圖，而是有好幾套，而且每一套的尺度都不同。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手上有好幾張透明的方格紙，一張是大格子的，一張是中格子的，還有一張是小格子的。現在你把這3張紙疊在一起，你會發現只有在某一個非常特定的點上，這3張紙的線條會剛剛好完美的重疊在一起，形成一個最清楚、最獨一無二的交叉點。那這個交叉點是什麼呢？沒錯，它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在海馬回裡那個超級精準的位置細胞。你看，這是不是就完美的解釋了大腦是怎麼用幾套通用的坐標系統來精準定位出世界上無數個特定地點的？真的太漂亮了。好，了解了這套 GPS 系統有多精密之後，下一個關鍵問題就來了。這麼複雜的東西，到底是我們後天透過經驗一點一點學來的，還是說我們一出生它就已經內建在腦袋裡了？這就是一個很經典的先天還是後天的大哉問。這張精準到不行的地圖，是我們在探索世界的過程中慢慢把它畫出來的，還是說我們的大腦出廠設定就已經預載好了？跟你說，答案真的可能會顛覆你的想象。科學家們呢，就去研究剛出生的小老鼠，我們來看一下它們的發育時間軸。小老鼠剛出生，要到大概第15天，它們才會睜開眼睛，開始探索這個世界。然後要到第19天，大腦裡才會出現成熟的網格細胞模式。但最驚人、最關鍵的發現來了，科學家發現，在他們出生後的第10天，你聽清楚哦，第10天，這時候他們的眼睛根本還沒睜開，完全沒有看過，也沒有探索過外面的世界。結果，他們大腦裡面那套用來繪製地圖的最底層的數學框架，竟然就已經成型了。所以，這個實驗告訴我們一個非常關鍵的結論：那張地圖的藍圖是遺傳的，不是後天學來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大腦天生就配備了繪製空間地圖的基本工具。這其實也呼應了幾百年前大哲學家康德的觀點。他當時就認為，我們的心智中天生就內建了理解時間和空間的基本框架。沒想到，科學在幾百年後證實了這件事。
好，當我們了解了這套系統是怎麼運作的，也知道它是天生的之後，我們就要來看一個比較沉重，但卻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套系統跟一種毀滅性的疾病，也就是阿茲海默症之間，到底有什麼令人心碎的關聯？如果你剛剛有專心聽，請再記住這個關鍵的名字——內嗅皮層。這個地方不只是網格細胞的家，它根本就是我們這個大腦 GPS 系統的核心總部。但非常不幸的是，這個總部其實也極其脆弱。因為大量的研究都發現，阿茲海默症的病變通常就是從這個內嗅皮層開始的，最早死亡的神經元就發生在這個區域。這等於是什麼？這等於是從最核心的地方直接摧毀了整個大腦的 GPS 系統。這也就是為什麼阿茲海默症的早期症狀，像是常常迷路啊、記不住事情啊，幾乎就跟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那位 HM 病人狀況一模一樣。所以現在內嗅皮層有沒有萎縮，已經被當作是預測這種疾病的一個非常有力的指標了。而這也凸顯了基礎科學的研究有多麼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就像挪威的前總理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知識勝過一切。”我們未來要生存下去，靠的就是彼此的工作和知識。這句話說的真的太好了，沒錯，只有當我們真正去理解這些最底層的運作法則，我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正能對抗這些可怕疾病的武器。好，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的大腦裡其實內建了一套超級精密的 GPS 系統，它由位置細胞、頭像細胞，還有最重要的網格細胞組成的。而且這套系統的藍圖是天生的，不是後天學的。而它的核心中樞，也就是內嗅皮層，一旦受損，就跟阿茲海默症有非常密切的關聯。這就不禁讓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深入的去理解這個大腦隱藏的藍圖，會不會就是我們人類最終戰勝失智症的那把關鍵鑰匙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